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区别对待从来都是写在明面上的，汇率干预啊，这种真金白银的硬核支持只会留给最核心的圈子。印度这些年拼命的往西方阵营里边挤啊，一会儿参加四方安全对话，一会儿搞美印联合军演，一会儿又跟欧盟谈自贸协定啊，以为自己已经摸到了核心圈的门槛，但真到了现在这种真金白银要兜底的时候，人家门都不让你进啊！就像你天天啊去高端会所打卡拍照，以为自己就是会员了，真到买单的时候才发现啊，根本就没有折扣。那第二呢，他其实也不敢喊，因为如果喊了，反而会暴露自己的虚弱啊。信用这个事儿在金融上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莫迪政府一直在营造啊这个印度崛起大国叙事的这种神话。卢比贬值这种事儿啊，低调处理还能说是啊这是市场化的调整，如果公开求援，就等于是在承认自己扛不住了，反而会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恐慌性挤兑啊。而印度一直是以全球南方领袖自居的，天天号召发展中国家去美元化，结果自己先扛不住了，向美元低头，这脸还往哪儿搁？所以就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啊，嘴上风轻云淡，背地里啊，印度央行偷偷摸摸的卖美元来护盘，每花一笔都要精打细算，生怕外汇储备啊直接就耗尽了。第三层原因啊，也是最扎心的一层，印度甚至没有足够的筹码让美国觉得它值得救。日本救不救关系到美债市场的稳定，日本手里攥着1.1万亿的美债啊，如果日元无序的暴跌，日本为了自救无奈大规模抛售美债换成美元的话，那现在美国国内本来就面临着极高的债务压力和通胀幽灵的情况下，日本要是从最大的债主变成最大的空头，直接就能把美债的长端收益率打爆，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当场就得原地升天，所以美国是必须得救日元的，本质上也是在给自家的债券市场止血。同时呢，日本也关系到它的亚太同盟体系，关系到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每一条都戳中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可是就印度对美国来说能有什么实际好处呢？印度持有的美债规模只有2000多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1/5，抛了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印度的产业链对美国的可替代性极高，少了印度的软件外包和廉价劳动力，东南亚、拉美随时都能顶上。印度的军事价值更多的是用来牵制我们的，而不是直接服务于美国的本土安全的。说白了，牵制我们的方式也有很多种，犯不着得用金融安全网络来换。那话说到这里啊，就不得不聊一下莫迪政府一直引以为傲的外交哲学——战略自主，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多头下注嘛。印度的这套玩法啊，说起来也很有历史渊源。那从尼赫鲁时代啊，所谓的不结盟运动开始，印度呢其实就习惯了在大国之间啊去游走，哪边有好处就往哪边靠一靠，哪边压力大呢就往那边退一退。莫迪的打算很精明啊，在安全上靠美国来制衡我们，在能源和军备上靠俄罗斯来兜底，在经济上又同时想吃中美两边的红利。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印度顶着西方的压力，大规模的进口打折的俄油，加工之后再转卖给欧洲赚差价啊！这波操作堪称多头下注的经典案例，一度让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啊高潮迭起啊，觉得印度这是玩明白了，大国博弈啊，当之无愧的旗手国家。但问题在于，多头下注看似精明，实则有一处致命的缺陷，你永远无法获得任何一方的深度信任，进而就无法得到任何一个核心利益的承接和长期合作的复利。西方夸你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可以，给你主要的防务伙伴的头衔也可以，卖你点二手武器，让你组装点苹果手机都不错，但核心技术不给，自贸协定不签，金融安全网更是想都别想。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啊，像极了老板给员工画饼啊，奖状随便发，加薪不可能，反正你想往上爬，你就得主动往我这边靠，不用我花真金白银去网络啊。那俄罗斯那边其实也差不多，虽然嘴上不说，但看着印度现在越来越往西方靠啊，心里不可能不膈应啊。军售订单被美国抢了不少，能源合作呢，也时不时的要看西方脸色。昔日的全天候伙伴现在已经变了味儿了。真到印度有难的时候，俄罗斯现在自己都自顾不暇呢，别说伸手拉一把了啊。那跟我们那实际上是印度自己把路走绝了。如果只是普通的经济杀猪盘，我们或许还会动态博弈，可是中印之间还隔了河谷里面那些烈士的鲜血，想要改弦更张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讽刺的是，印度以为自己啊尽在掌握，其实在大国眼里就是随时可以被抛出的弃子，一个筹码。这次汇率事件就是最好的试金石。战略自主这4个字啊，在强者嘴里是独立自主的象征，在弱者嘴里啊，往往是没人愿意为你兜底的体面说法而已。印度的强弱显而易见，
在这场博弈里，日本付出了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信誉的代价，美国付出了美元信用和市场规则的代价，双方各取所需，也各有损失，但至少他们还同样在一张牌桌上有资格一起打牌去算计一下成本和收益，而印度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美日联合干预日元这件事情最大的启示不在于汇率本身，而在于它撕下了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温情面纱。这个秩序从来它就不是普世的，而是圈层化的。印度今天面临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也是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共同的困境。美元霸权之下，没有谁能真正的独善其身，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真正的金融安全从来不能靠别人施舍，而是必须靠自己的产业实力、外汇储备和货币信用一点一点挣回来，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句话放在任何时代其实都不过时，尤其是当前，这场全球货币的淘汰赛才刚刚开始，日元由美国托底尚且步履维艰，卢比的孤独长征怕是远未到尽头。而那些迷信左右逢源就能够躺赢的国家，或许都该从印度的沉默里读出一点属于自己的警示。大家看懂了吗？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